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我们现在可以说正处在一个人机混合的职场，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高阶主管们一方面要应付眼前的成长压力，另外一方面又得为那个充满 AI 的未来去做布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这段有点混乱的过渡期，看看2026年的职场到底会出现哪些关键的趋势。好的，我们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你知道吗？根据国际研究机构 Gartner 的数据，企业对 AI 的投资报酬率其实低得吓人。你想想看，每50笔 AI 投资里面，竟然只有1笔能够真正带来那种转型等级的巨大价值。这就很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高层对 AI 的那种美好期待，跟第一线员工实际感受到的效益会有这么大的落差。这就引发了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很多公司的执行长，他们现在是根据预期中的 AI 回报在做人力决策，比方说裁员啊、组织重组啦。但问题来了，如果这些预期的回报根本就没有实现呢？这份分析的核心张力就在这里。我们到底该怎么在追求今日成长的同时，又为一个承诺还没兑现的 AI 未来去建立一支真正强大的团队？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探讨第一个关键主题，一个看起来很诱人，但其实是生产力陷阱的东西。很多我们以为 AI 能马上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就像是包着糖衣的毒药，背后藏了3个巨大的幻觉。我们必须一个一个把它识破。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个很关键的词，叫做工作废品，英文是 work slop。这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在 AI 的协助之下，虽然产出速度很快，但品质却很低落，充满错误，甚至根本没什么价值的工作成果。这就像一座工厂，虽然生产线速度开到最快，但做出来的全都是瑕疵品。结果呢，后续要花更多成本去修正。你可能会好奇，这个隐藏成本到底有多惊人？根据研究显示，员工们回报，他们平均要花将近2个小时才能修正一个这种工作废品的案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组织砸了大钱投资 AI， 却始终看不到实质的财务回报。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谈的9大趋势中的第一个， AI 裁员的速度已经超过了 AI 提升生产力的速度。很多公司会裁员，并不是因为 AI 真的已经可以取代人力了，而是基于一种对未来的预期。但如果 AI 提升生产力的速度跟不上公司业务的需求，那这些公司到时候就只能被迫用更高的成本把之前裁掉的人才再请回来。这个生产力陷阱直接引导我们去思考第8个趋势，到底谁才能真正发挥 AI 的价值？答案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不是那些最懂最新工具的科技达人，反而是那些懂得重新设计流程的流程专家。你看，追逐最新的 AI 工具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比赛，技能很快就过时了。但是如果你专注在用系统性的思维去重新设计整个工作流程， Gartner 的研究发现，这样的事业单位，他们达成营收目标的几率是其他单位的整整2倍。谈完了生产力的幻觉，我们现在必须把焦点转到一个更深层也更关键的地方， AI 带来的人性危机。这些都是我们在疯狂追求效率的时候最容易忽略，但冲击也最深远的隐藏成本。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我们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研究 AI 会如何改变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它正在如何改变人本身？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深思的问题。这就是第3个趋势， AI 正在无形中危害员工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多证据显示，长时间依赖生成式 AI 可能会造成认知跟情绪上的损伤。轻则是批判性思考能力下降，我们称之为认知萎缩；重则甚至可能出现研究中所说的 AI 精神病这种心理失调现象。
但最奇怪的是，高达91%的资讯长承认，他们几乎没有花时间去研究 AI 可能带来的行为副作用。这不仅仅是绩效问题，未来更可能引爆新的法律风险。接着是第二个趋势，一种严重的文化失调正在组织内部蔓延开来。公司从上到下不断要求员工要付出更多，绩效要更高，好追上 AI 带来的期望，却没有提供相对应的回报或支持，结果就导致公司口头上宣称的文化跟员工每天实际体验到的日常完全脱节。这种失调最终一定会反映在绩效下滑和人才流失上。再来，我们来看第7个趋势。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职涯逆转。10年前，我们看到很多蓝领劳工，他们转职去学写程式。但是，到了2026年，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数位工作者反过来去学那些动手做的技职专业。为什么？因为当他们感觉自己的职涯受到 AI 威胁时，他们会去寻找那些短期内不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工作。这对企业来说，可能是一场从数位领域出走的人才外流。好了，讨论完陷阱跟危机，我们终于要进入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主题：未来的职场样貌。AI 不只是改变了工作内容而已，它正在从根本上重塑我们对于招聘、安全，甚至是个人身份认同的游戏规则。第5个趋势是 AI 已经把现代的招聘变成了一场失控的军备竞赛。你看，求职者用 AI 大量的投递履历，公司就用 AI 来筛选海量的申请。然后呢，求职者又用更强的 AI 来让自己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整个过程就变成了一场低信任度而且缺乏真实性的数位猫捉老鼠游戏。这场军备竞赛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信任的全面崩溃。数据显示，现在只有1半的求职者相信他们申请的工作是真的。Gartner 更预估，到了2028年，每4个求职者里面就有1个会是完全虚假的。这也意味着未来最成功的招募策略，势必得把真人互动这种高接触的元素重新带回流程之中。接着是第6个趋势，企业内部的间谍风险正在急剧升高。在过去1年，利用 AI 进行的企业间谍活动暴增了220%。骇客利用 AI 生成的假照片、深伪技术，伪装成开发人员，成功渗透到西方的企业。这就使得过去不被认为是资安第一线的人资部门，现在必须承担起新的防御责任。而我们今天要谈的最后一个，也就是第9个趋势，虽然听起来有点科幻，但它已经悄悄发生了，那就是员工将会开始要求为训练自己的数位分身获得补偿。有些公司已经在尝试复制那些高绩效的员工，打造他们的数位人生，这就引发了全新的问题。当一个员工的数位分身在他本人离职之后还在为公司创造价值，那么这个数位分身的权利、所有权还有报酬到底该怎么计算？好了，讲了这么多挑战，我们到底该怎么应对？接下来我们就要从问题转向策略。身为一个领导者，你应该问自己哪些关键问题，来引导你的组织顺利度过这段转型期。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这9大趋势里面，有哪些会对你的特定产业、组织或地理位置造成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记住，不是每个趋势都同等重要，你必须先找出跟你最相关、最急迫的那个战场在哪里。第二个问题，则是把焦点转向内部，哪些趋势会对你公司内部的关键人才构成最重大的威胁？千万要记得，人才是最难复制的资产。在 AI 策略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怎么留住这些核心人物，将会决定你的成败。最后第3个问题，我们反过来想，在这之中有哪些趋势为你的组织提供了最大的机会，去创造出别人无法复制的竞争优势？因为危机的另外一面，永远都是转机。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拆解了2026年的9大职场趋势，
从生产力陷阱、人性危机，一直到职场规则的重塑，你会发现，这场人机混合时代的最终赢家，很可能不是那些掌握最顶尖技术的人，而是那些最懂得善用人性的专家。技术的优势是短暂的，但能够深刻理解并且发挥人性的价值，才是长期的护城河。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